两位亲兄弟只为让自己出名，便残忍屠杀自己的父母和兄妹。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始于一通午夜的报案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个12岁的孩子，他用微弱的声音求救，称家人遭到攻击，可接线员还没听清详情，电话就断了。警方10分钟内抵达事发地，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办案人员心头蒙上阴影。这起丧心病狂的惨案，凶手竟是报案者的2位亲哥哥。案件发生在2015年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第4大城市段建城。这座约10万人口的城市民风淳朴，治安良好，完善的公立学校体系是市民的骄傲。谁也没料到一场灭门惨案会打破这里的宁静。2015年7月22日周三晚11点30分左右，母亲见时间不早，让3女儿去叫2个哥哥洗碗。3女儿推门进哥哥房间，看到2人在摆弄东西，还没开口，就听见2哥问大哥：“现在动手吗？”大哥应声对。随后2哥以分享好玩事物为由，将妹妹骗到书桌前。妹妹刚坐下，一双大手就从后方钳住她的头，脖子随即传来剧痛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她尖叫着挣扎，大哥拿着利刃朝她砍来。房间里的动静很快引来母亲，母亲刚到门口就被大哥扑上来乱刺，瞬间倒在血泊中。浑身是伤的3女儿趁机逃出家门，却因伤势过重瘫倒在门廊草坪上。12岁的4弟听到声响跑到走廊，看到哥哥持刀，吓得躲进父亲办公室反锁房门。10岁的5弟和5岁的6弟则躲进隔壁浴室，大气不敢出。此时2哥开始敲浴室门，谎称被大哥攻击，祈求弟弟妹妹开门让他避难。单纯的弟弟们信以为真，刚打开门，兄弟俩就冲进去疯狂砍刺，2个孩子当场殒命。另一边，躲在办公室的4弟鼓起勇气，用哥哥的手机拨打911报警。11点32分电话接通，他强忍恐惧报出地址和攻击者身份，可话没说完，2哥就效仿之前的伎俩，骗开房门，抢走手机砸毁。这位勇敢的少年最终也没能逃过毒手。楼下的父亲被声响惊醒，下楼撞见浑身是血，手持凶器的兄弟俩，他冲上去想制服大哥，却因对方有武器而被刺中要害，倒地身亡。兄弟俩处理完父亲，想起逃走的3女儿，大哥出门将他拖进客厅，见他脏器外露，便以为他已死亡。正当2人盘算下一步计划时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他们以为罪行败露，慌乱从后门逃进屋后树林躲藏。11点39分，警员抵达布满血迹的门廊，屋内死寂一片。警方不敢轻举妄动，却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求救声，当即决定破门而入。进门后，警方首先发现倒在地上的3女儿科斯特，她颈部、手部、背部、腹部布满刀伤，血肉模糊却尚有气息。医护人员立刻将她送医急救。转角处，44岁的母亲和12岁的4弟早已没了生命体征，房间里52岁的父亲也已身亡。警员继续搜查，发现一扇紧锁的门，破门后看到10岁的5弟和5岁的6弟倒在鲜红的血泊中，早已气绝。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警员，见此惨状也忍不住心头一震。万幸的是，警方在2楼婴儿床里发现了2岁的老幺奥团姆，他安然无恙，甚至没被楼下的混乱吵醒。这个小生命的幸存，给悲痛的现场带来了一丝慰藉。警方根据报案信息锁定凶手为兄弟俩，又发现后门敞开，地上有足迹，立即出动警犬搜索。不久后，警方便找到了兄弟俩。18岁的哥哥罗伯特乖乖投降，16岁的弟弟迈克尔却拒不配合，最终被警犬制服。现场照片显示，兄弟俩衣物破损，满身泥土，稚气的脸庞与身上大片的血迹形成刺眼对比。而罗伯特被捕后的一句话更是让所有人不寒而栗：这是一种荣幸，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。案发次日清晨8点，警探审问迈克尔，试图找出作案动机，是遭遇家暴忍无可忍，还是受心理疾病困扰。可长达1小时的审问却让警探胃里翻江倒海。原来被俘家有7个孩子，除了2岁的老幺，其他孩子都在家自学，父母为人低调，与邻居往来甚少。父亲从事 IT 行业，母亲在家打零工，专心照顾孩子。夫妻俩因担心外界危险，对孩子保护有加，却对网络管控松懈。孩子们人手1台平板和电脑，可自由浏览各类内容。大哥罗伯特和2哥迈克尔年龄相仿，形影不离。起初只是拍搞笑视频，后来竟迷上了连环杀手和大规模枪击事件，尤其将1999年科伦拜校园枪击案的2名主谋奉若神明。狂热的崇拜渐渐演变成超越偶像的野心，他们渴望一举成名，拥有自己的维基百科词条，甚至定下屠杀500人的目标，开始策划行动。案发前2个月，罗伯特发现了无需合法证件就能购买枪支的渠道，这为他们的计划打开了缺口。他用打工的钱网购了防弹衣、大量刀具，甚至还有1把霰弹枪、2把格洛克手枪和2000多发弹药，这些包裹都直接寄到家里。机灵的3女儿发现包裹里的异常，立刻告诉母亲。
可母亲却不以为意，觉得男孩子总喜欢收藏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正是这份疏忽埋下了灭门的祸根。兄弟俩选择7月22日动手，是因为第二天新的武器包裹就会送达，而此前购买的武器已放在几英里外的枪店。为了防止计划败露，他们决定先除掉家人，甚至在家中安装摄影机，打算事后将行凶过程发到网上炫耀壮举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灭门之后还要去屠杀更多无辜之人，目标包括加油站、商场等人群密集的地方。万幸的是，4弟的及时报案让这场更大的灾难胎死腹中。尽管他不幸遇难，却拯救了姐姐和最小的妹妹。根据罗伯特笔记本中的记录，他们原本打算割下老幺的头颅，只是因为仓皇逃窜和警方及时赶到，才没能完成这个残忍的计划。经过紧急救治，三女儿科斯特最终脱离险境。他和老幺奥团姆随后被福利机构安置。2015年7月31日，兄弟俩被控5项1级谋杀罪和1项重伤害罪。弟弟迈克尔的未成年身份引发广泛关注，哥哥罗伯特在待审期间试图自杀未遂，却仍对罪行沾沾自喜。同年9月，他接受检方协议，对所有罪名认罪，被判处5个无期徒刑，终身不得假释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迈克尔竟选择无罪抗辩，他的律师试图以精神失常为由辩护，这意味着庭审不可避免。幸存的三女儿不得不以证人身份出庭，直面杀害家人的哥哥。这对一个孩子而言，无疑是巨大的折磨。2018年4月16日，迈克尔的庭审正式开始。接下来的6周里，证人、警察、记者、法官和陪审员共同重温了那一夜的惨剧，从被俘家的生活背景到兄弟俩的策划与行凶细节，每一个画面都令人心碎。尤其是三女儿在证人席上颤抖着回答问题时，在场众人无不落泪。庭审中的关键证据，迈克尔刀具上残留的母亲和弟弟的血迹，彻底击碎了他的辩解，证明他是不折不扣的共犯。2018年5月9日，陪审团含泪宣判迈克尔5项谋杀罪和1项重伤害罪成立。同年7月24日，本该是量刑日，法官却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量，最终在8月9日判处迈克尔5个无期徒刑，外加28年有期徒刑，所有刑期需分开执行。按照规定，他需服满所有刑期的 85% 才有假释资格，这几乎等同于终身监禁。此判决一出，引发轩然大波，迈克尔的律师随即上诉，理由是案发时被告未成年且有教化可能。可2020年6月，法官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案发2年后，被俘家的大房子莫名被烧毁，产权被当地政府买下，改建成纪念公园，于2019年正式完工。市民们说，每当夜晚灯光亮起，公园便美得格外动人。如今，兄弟俩被关押在俄克拉荷马州的2所不同监狱，大概率此生再难相见。后来，罗伯特在电话采访中恳请记者给弟弟寄些钱，坚称弟弟只是受他蛊惑，并未真的杀人，将所有罪责揽到自己身上，言语间满是歉意。当被问及有什么话想告诫想犯罪的青少年时，他竟说，犯罪一点都不酷也不伟大，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糟。当你见识过人性的邪恶，才会明白做个好人有多难，好好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去帮助别人，而不是伤害他们。如果能重来，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。一个曾立志屠杀500人、亲手杀害至亲的少年，如今竟说出这番悔过的话，是真心忏悔还是故作姿态？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或许这世上本就有许多无解的问题，我们能做的唯有珍惜身边人，坚守内心的善良，在黑暗面前永不妥协。幸存的三女儿和老幺的后续动向因儿童保护法被严格保密，但据办案警员透露，两人后来被同一个家庭领养，至今相伴相依，这或许是这起惨案中唯一令人欣慰的结局。